嗨，Namaste。OK，我们今天早上的时候呢，就去了那间寺庙，做莲师会供啊，度母会供，大家祈福消灾。今天是莲师日啊，现在我们第二个地方来到bắc平的知县度母的庙，看到知县度母从石头里面制现出来的。除了这个度母庙的话，我们还会去底下会去到 Ashura Cave 就是莲师洞，这是我们在山脚，然后还走上去。很好啊，大家有什么感受吗？这个石头出来的，就觉得很不可思议咯。这个你看，非常立体这一尊。这不是人雕的吗？不是，自己现出来的，自然显现的。哦。然后上面呢，看到那一尊呢，它是越来越明显，这种不可思议的神迹啊！这些都是21度母的画像哦，21度母，这个是释迦牟尼佛。明白。这一尊就是象神哦，甘南巴蒂可以祈求财富和智慧。藏族人叫做欢喜天。对，其实我们今天呢，我跟 camera crew 都病倒了，然后我不懂是什么原因。我们是好艰难才来到这里，因为我就是非常的想吐 on the way，然后现在开始发烧了。哦。然后你讲过什么？这是消除业障的。对，每次来圣地哦，你会会有疾病啊，会有生病啊。其实另外一种说法就是你在消除的业障。这样是代表我罪孽深重啊，因为其他人还很健康哎，还是我这个按摩的肚子吃不了这种很油腻的东西，因为我在英国吃的东西蛮轻的，来到这里吃那种很油腻的面包啊，什么各种各样的肉啊。每个人因缘不一样，业力也不一样。我上一次来的时候也是生病啊，我又发烧又发冷啊，然后当然是1天啊，隔天就好了。隔天要老虎这样子。我看完我跟他都要生病2天。对，每次来到圣地都有这种障碍啊，或者是什么事情也是好了，是让我们对这三宝的信心。再加上我觉得我可能休息也不够了，因为我刚从2天前、3天前才从英国回来。哇，辛苦辛苦。那我们准备上山吧。好吧。好的。今天呢，我非常的不舒服，然后好不容易爬到这山顶，大声音就变了，然后终于把手按在莲师的手印上，就是上面的。结果我什么反应都没有，看来我真的是病了。可是刚才妈妈在念经的时候有一段不什么经文，我就好像蛮感触的，因为在崇拜我练这个叫什么佛练吧的人哦，就是他问我要不要买，然后因为他一直从顶层陪我爬到楼上工作，然后不好意思就没有买了。可是你知道他拿到这个钱的时候，他做了一个仪式，就是拜神。然后我就想到这个，我就有点感触，原来有很多人在这个地球上都不容易活着，所以大家要好好的活着。然后师傅会劝我们，尤其是宁玛巴的引领。如今的你是不是人生很迷茫呢？快来参加《我是谁》线上课程，一起来探讨到这个世界的意义和使命是什么。所以我们现在去哪里？我已经不行了。刚才我在山上那边差点吐哎，呼吸不到。跟莲师讲到妈妈，那是我唯一一次跪下来。然后他有给你什么法器吧？应该是有的，看样子。他还嘱咐了我一句，嘱咐你啊，吩咐你做东西啊，就是提醒我这样子，提点我，应该是讲提点我。可以讲的嘛？可以讲啊，请你行菩萨道，还是利益众生？没有哦，他只讲普度众生，是时候了。是时候是什么？我不知道。普度众生。他每次讲话都是讲一半的，你不知道吗？哦，蛮不错啦，里面的洞很。可是我出来的时候真的很想吐哎，就是发烧又吐又呕又泻，加持力
太包袱了。好，现在我们就下去那个金刚遗穴女洞瓦杰努吉尼，所以那个东是又是谁？那个是金刚亥姆洞。所以谁是金刚泰姆？金刚亥姆就是一位空行母，它是一个护法之一。我们有永护跟空行嘛，空行就是代表女性的护法。哦，所以那个应该是 for me 的是吗？我女生啊，这样男生可以进去吗？进到去可能不能拍摄，那好吧，只可以说明罢了。Let's go。好。Namaste。你都看我年轻口唇白。刚才几次态，就是那个人跟我讲之后，然后我讲，直接吐在地上，没有差点要吐在地上，然后刚好厕所就在我后面，他指着厕所就讲后面，然后刚好我一进去就，然后怎么好很失态，可能宵夜障啊，没有很失态，因为那个人我不认识然后就吐了一整个，那 OK是 a bit disgusting，sorry。所以今天我们Day 3已经到了圆满结束。对，刚才我们有参访的是那个金刚亥姆庙，这个金刚亥姆庙应该是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。所以我在这里吐是好事啊。如果你去朝圣，你有吐或者是生病发烧，它是一种消业障的一种现象来的。怎么只有我一个业障这么重的？不知道可能人家业障已经消完了呢。前面走满运塔了吗？走了10圈20圈。又不见他们吐了。看个人因缘不一样，业力也不一样，业障也不一样。好吧，我会不会要回去酒会买一点什么粥吃会比较好一点？哇，真的是不行。缓一下呢。我不能再吃那种油腻的什么 Indian food 这边会有油腻吗？有啦，那种 naan bread 啊、咖喱啊，这种很重口味。跟我们去马来西亚妈妈也差不多。我平常吃的那些英国说是什么 salad 比较清淡点嘛。对啊，对。好，我们今天这个地方就圆满结束了，希望你们大家都喜欢。请问你有什么感受吗？感受就是感谢 Alicia 还有满画的 arrange 来 arrange 这个 trip， 因为我觉得是蛮困难，要 handle 这么多人，然后又不一样的国家，要从不一样的地方 meet up 在机场，然后一起到那个酒店，然后我的感受是觉得很 peaceful 的一个 trip， 每个人都很融洽。然后今天看到那个 Campo 拿的那个叫什么符杖，我以为是一个好像石头这样吧，looks like 真的是刚刚做出来的手工艺品，然后还有被他们 bless， 我觉得是很 blessing 啊。谢谢你。其实要感谢应该是满花跟 Grace 姐，他们有来过尼泊尔，就是我没有来过，大部分的东西都是满安排。当然我也要感谢我自己从英国这么远飞回来，然后各种各样的舟车劳顿，对。那我想请问你对于这个尼泊尔的朝圣之旅啊，你有什么启发，或者是有什么体验，或者是你看到哪一个朝圣的地方的佛菩萨啊，你有什么感受？ OK， 其实我还没有来尼泊尔之前，我是抱着一个没有任何 expectation 的那个 mental， 因为平时工作很累，看病人看的也是很累，然后就想到看到满花师兄跟 Alicia 在 post 这个 healing 的trip， 然后是我的好朋友跟我讲，我们一起去这个 trip， 然后我就跟着来，然后来到就真的是有一个很意外的惊喜。当然啦，看到网红啊 Alicia 啊满花师兄啊很开心。然后我唯一的一个我很深刻的就是我到了喇嘛的带我们去他的那 monastery， 那天是大节日吧，是那个莲师的智慧宫嘛，他在做那个 festival， 然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我生平是
第一次坐在那个店里面，然后我就一直流眼泪，是我长那么大48岁以来第一次。我不知道为什么，我解释不了。可是那个磁场是很 special， 我就是进去脑袋是空的，是 blank， 但是我很感动。现在我在讲的时候，我也很想流眼泪，那个感觉是我没有办法形容的，就是我自己感觉到很好。这个我是在我这几天最大的收获。然后我过了那一天之后，我回去到酒店，我是一个很 peaceful， 感觉很 peaceful， 所以内心是喜悦的。我不是一个 religious 的人，我没有抱着那种心态来这里，我是抱着那种来看一下，可以见一下我的2位一直在网上见不到的人 personality， 然后跟着我朋友来这边 relax， 就是抱着这种心态而来。我觉得这个 trip 是很好，但是行程如果长多1-2天，我觉得会比较舒服一点。我本身已经是皈依这个藏传佛教的佛教徒。之前报 Alicia 的这个朝圣的这个trip 之前就有这个想法要去尼泊尔，之后不久就有这个 trip 了，所以可能显化了出来，然后就马上赶紧报名，然后在要出发前的2天就很奇妙，就觉得好像要回家的那种感觉。然后出发前2天就开始爆哭，在出发前1天就觉得有点抗拒，不想面对这个事情，然后就开始慢慢让自己去接受这个事情。然后在这个旅程真的感受到非常多的东西，也收获到很多东西。比如说，其中满化师兄的上师有为我们加持，然后引领我们做一些会供一些 offering 的东西，然后又给我们口传一个莲师心咒，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珍贵，真的是很难得。然后也在其中也收获了很多知识，对，所以这个是非常棒的一个朝圣之旅。